许方岑搬过来的第一天，我偷偷把门开个缝儿，隔着门缝偷瞄，心说吆喝，是个帅哥，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他忙里往外搬运行李，全程一个人。我正瞄得起劲，揣摩他身高到底是180几的时候，我弟弟陆明明是个大嗓门，把我吓着了。姐姐，你在偷看什么？这小王八蛋！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再一回头，发现许方岑朝我这边看来。他发现门开着，隔着门缝听到了动静，打招呼：“你们好啊！”我瞪了小王八蛋一眼，开门，傻笑着掩饰尴尬：“你好。”呵呵，搬了很多趟东西，许方岑有点累，双手叉腰，松垮地靠墙站着歇息，满眼笑意地介绍自己：“我叫许方岑，新搬来的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陆明明从我身后窜出来，人来疯似的：“叔叔你好，我叫陆明明，今年10岁了，读4年级。这是我姐姐陆悠悠，她20好几了，大学还没毕业，她不忘出卖我，她刚刚在偷看你。”“什么20好几？我明明20出头。”我一脸黑线，怒目瞪向陆明明。小家伙不理不睬，好像刚刚让我出丑的不是他。这是什么弟弟？这就是我妈给我生的小夜叉。许方岑很惊讶，偷看？我再次大笑，就是新来的邻居嘛。好奇，我总不能说我是偷看你长得帅吧？这个理由说得过去。许方岑点点头，以后要一直住这儿，所以承蒙关照啊，说话酸溜溜的，搞得跟个酸腐文人似的。陆明明却浑不在意，特中2的抱拳。好的，我想扶额，直付费。这俩人多多少少有点毛病。许方岑人很白净，虽然之前社区阿姨前来闲聊时八卦的说他已经年过30，但是真看不出来年纪。如果不是他笑的时候眼角有淡淡的纹路，光看别的，我会把他当成个小伙子。这个男人显嫩，这是许方岑给我留下的第2印象。我估摸他8成做的也是什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作，再加上他这酸溜溜的样子，应该是哪所中学教语文的。看他人还挺温和，我求证，叔哥，想了许多称呼都觉得不太对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在小区旁这家医院上班，小区旁的医院是家大医院，全国出了名的3甲医院。这个新邻居很优秀吗？医生啊，怪不得这么儒雅，风度翩翩。什么科？心胸外科，是看心脏的呀？那更牛逼了。我夸赞，好厉害，隔壁搬进来个成功人士，这不得以后又成了我妈拿来教育我的例子。和成功人士的初次见面，虽然状况百出，不过好在还算愉快。果不其然，我妈一听许方岑是医生，对这个职业喜欢的不得了。后来了解的多了，更加喜欢许方岑这个人。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啊，还是博士？人家孩子怎么学习的？怎么这么厉害？听说经常上手术台，想想就觉得优秀。性格也好，逢人笑呵呵的，长得也标致，跟易烊千玺似的。陆明明反驳：“妈，易烊千玺和许叔叔长得不像。再说，许叔叔比易烊千玺老多了。我妈是易烊千玺的忠实粉丝，好话歹话都不允许我们说千玺弟弟半句。”他呵斥陆明明：“你赶快写你的作业吧，赶明儿你也读个，好让我长长脸。”我不，陆明明说话很有一套，大多数博士会秃头。我笑出声，给陆明明比了个大拇指。陆明明比个大拇指回应我，还颇为油腻地对我 wink 了一下。我妈气得瞪圆了眼睛，骂骂咧咧回厨房了。暑期在家的陆明明就是脱缰的小野马，除了我爸，没人能管得住。而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整个暑期过着艰难缠滑的生活，和陆明明一起堕落。有恶报，报应很快就来了。因为我对饮食毫无节制，在跟小姐妹吃了几顿火锅后，我成功触发救急，痔疮。说来惭愧，我堂堂一个温柔善良、人见人爱、落落大方的小仙女，竟然患有这种隐疾。眼看着马桶里的水被鲜血染透，我虚脱地弓着背，对陆明明说：“陆明明，我要上医院，会积极医不好。”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。爸妈去上班了，家里没大人，陆明明成了我唯一的靠山。陆明明不情不愿，临出发时给妈妈打电话，夸大其词：“妈，姐姐血染卫生间。”妈妈给他说了什么，我听不见，只听见他啊呀一点头。去医院排队挂号，去往诊室的路上，陆明明突然说：“姐，检查痔疮会不会得脱裤子？”我犹如被人当头敲了一棒，愣在原地。陆明明小大人模样：“嗨，放心吧，肯定是女大夫。”真的吗？我十分怀疑。也可能是帅气年轻的男大夫，他还特意打比方，比如许叔叔那样的，不是没有可能。毕竟这医院已经有一个心外科许方岑了，保不齐还有个肛肠科许方岑。我和陆明明在诊室门口坐等叫号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，无一例外，每个人都是痛苦的进去，更加痛苦的出来。我有点怀疑，抓住陆明明的小爪子，弟，我怕。陆明明冲男子汉，就看个菊花，怕什么？看的不是你的菊花，你当然不怕了。你行你上啊！打了一会儿心理战，终于轮到我上场。进去前，陆明明给了我个鼓励的眼神，似乎是真怕我紧张。他安慰：“别怕，妈妈叮嘱我找人帮忙。我给你叫了个助阵嘉宾。”我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一头雾水的进门。
进门瞬间，一头雾水成为一头凉水，兜头浇了下来。诊室里电脑桌前，安安稳稳坐着位须发皆白的老爷爷。说好的女大夫呢？说好的肛肠科许芳岑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表示错愕，老大夫站起来，精神抖擞地说：“来，照这个姿势，趴好。”我顺着他的指示看过去，看到墙上贴着张指示图，动作示范无比到位，标准的瑜伽婴儿式，还是脱裤子的那种。上断头台都没这么难的。看着老大夫把灯和器械拉过来，一副静静等我的模样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踢了鞋，勇敢地爬了上去。这辈子经历过最羞耻的事情莫过于此了。我发誓，在吃麻辣火锅我是狗。后来的事情不忍回忆，只有我的一声哀嚎大概传遍了楼道。一系列检查之后，大夫利落收拾器械，活似霸总附体，说话冷傲。穿好衣服，起来吧。我可怜兮兮地穿戴好，拿着病历和药方，艰辛地挪着步子出门。要我自己是取不了了，得让陆明明帮我。出门想喊陆明明的时候，一抬头撞上张熟悉的脸。许芳岑陪陆明明站在诊室门口，一高一矮，双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能想象吗？在我露丑的时候，我的男神就站在门外全程监听。让我去死吧！陆明明率先解释，肛肠科和心外科离得很近，都在这一层。许叔叔刚开完会，不是很忙，所以我叫他过来，叫来干嘛？欣赏你姐的人生高光时刻吗？我明白了，这就是陆明明说的助阵嘉宾。简直身心剧痛，我的脸烧成红球，快要哭了。陆明姐，你看起来状况不是很好。陆明明很担忧。许芳岑住得久了，和陆明明关系不赖。陆明明扯扯许芳岑的白大褂，一脸信任地问：“许叔叔，我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”许芳岑白衣飘飘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语气笃定：“王主任是医院肛肠科最权威的医生，不会有问题的。”陆明明拍拍胸脯，长舒一口气：“那就好。”刚我姐那一声惨叫，我以为上手术台了呢。许芳岑还站着，一本正经的模样。如果痔疮十分严重的话，是得做手术。陆明明，很麻烦吧？许芳岑，还行，小手术。哇，这么说，许叔叔你做过很大的手术？是给心脏做手术吗？我听妈妈说，有的心脏需要搭桥，很复杂的。对，挺复杂的，比西直门立交桥还复杂吗？我欲哭无泪，打断他俩，能管我这个病号吗？陆明明反应过来，向前对我表露心疼。大夫说什么？把手里的一沓东西给他。我扭扭捏捏地坐在长椅上，支持他。你知道缴费窗口在哪儿吗？许芳岑走过来，从陆明明手里接过东西，摸了摸陆明明的头。我去缴费拿药，你俩在这儿等我。我屁股不敢坐实，虚抬着，不好意思地道谢。谢谢芳岑哥。哥这个称呼是我妈强行让我叫的，也不怕和陆明明的称呼差辈儿。她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对许芳岑这个成功人士客客气气。许芳岑坦然接受我的这声哥，说话跟陆明明一样不留情面。听说是吃火锅吃的，我磕巴着没好意思点头。很意外，许芳岑伸手像摸陆明明的头那样，也摸了摸我的额顶。她笑盈盈的，注意饮食，如厕别久坐。她说完转身走了，身影穿过来往人群，颀长高挑，而后消失在楼梯拐角。我长久失语，盯着他的背影发呆，不自觉地摸了摸被他揉过的头发。陆明明半弯下腰，好奇地看着我：“姐，你脸红什么？这破坏风景的小屁孩。”我回神，瞪他一眼：“你怎么什么都给他说？”陆明明一脸委屈：“他主动问的，我来了兴趣。他怎么问的？许叔叔听说你便血严重，还挺担忧的。他就详细问了情况。然后你告诉人家我是吃火锅吃的，是你来的路上自己跟我这么说的。”我挠挠头，无话可说。陆明明还是一脸求知：“姐，你干嘛这么在意我跟许叔叔说了什么？”我敲他的小脑壳：“如果米小乐来找我聊天，你会不会想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？”米小乐是陆明明班上的小班花，陆明明的小女神。陆明明俩眼珠子转半圈，抿着小嘴巴羞涩一笑，想：这不就得了？你许叔叔长那么帅，我肯定也想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。这样啊，陆明明反应快得惊人。等等，姐姐，你喜欢许叔叔？我眼疾手快地捂他的嘴，吓得朝四周张望。见许芳岑还没回来，我出声呵斥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陆明明的反驳：“伤敌800，自损1000。喜欢一个人才会在乎他说什么。现在的小屁孩说话一套一套的，不知道上哪里学的。”我趁势转移火力：“你喜欢米小乐？”陆明明捂着嘴，自知说错了话，摇头。我想敲二郎腿嘚瑟，我告诉妈妈去，二郎腿没敲起来，扯得难以启齿的地方剧疼，我龇牙咧嘴的，五官都拧巴到一起去了。我咬着牙回头，赶巧瞥见许芳岑迈着大步朝我们走来。医院走廊的光线真好，晌午的日光落进窗户，照在许芳岑身上，衣袂洁白，分外美好。我脑海里是陆明明的那句话：“你喜欢许叔叔？是很喜欢吧？如果人间有天使，那一定在医院里。”被许芳岑和陆明明搀扶着下楼，我还沉浸在对许芳岑的仰慕里。许芳岑就是我心中的天使。没走2步，扯得身体疼。我又想，肛肠科的王主任肯定不是。
他干脆利落得像个屠夫。假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病才彻底痊愈。说是彻底吧，其实也没有。我这毛病估计要想根治，就得像许芳岑说的那样，需要做手术。开学前，我妈十分殷勤地请许芳岑来家里吃饭。原因嘛，是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，这位帅气的许大夫帮了我很多忙，她要感谢人家。我妈虽然大多数时间爱犯迷糊不靠谱，但是烧得一手好菜，鸡鸭鱼肉摆了一桌子，还特别用心地拿出了她自己酿的桂花米酒。陆明明坐在桌前，伸脖子盘点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过年都没有这么丰盛。”我妈用眼神呵斥陆明明住嘴。许芳岑很会说话，尝一道菜便夸两句，措辞都不带重样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她好像确实和我有年龄差距。饭桌上，她跟父母的交流明显更多，交流的样子也更妥帖。看着我父母热情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问陆明明：“咱爸妈不会看上你许叔叔了吧？”“看上？介绍给舅舅家的表姐呀。”“你忘了，舅舅一直托妈妈给小明姐姐找对象呢。我舅舅的女儿按年纪算，比许芳岑小不了多少，而且她也是博士，两人学历也大。”正当我把我表姐当作假想情敌的时候，我妈忽然来一句：“小许啊，社区张嫂托我向你打听个事儿。”许芳岑笑盈盈的：“您说。”她有个侄女，人挺好，漂亮又懂事，年纪比你小2岁。我妈估计是第一次给人说媒，很不熟练。姑娘专业跟你相仿，也是医学。要不改天张嫂找你聊聊。许芳岑在我妈说话的当看向我，我叼着根青菜叶抬头，一脸憨相。猛了小半会儿，我在许芳岑的目光里低头，把青菜叶塞进嘴里，恨恨地咀嚼。阿姨，许芳岑笑笑，虽然明明叫我叔叔，但是孩子小，瞎叫的。我还是随着悠悠的辈分，叫你一声阿姨吧。我妈这方面心大，没事没事，邻里邻居的，叫什么都行。我不太想找同专业的。不是同专业呀，你心外科，他好像是学麻醉的。许芳岑说话不算委婉，不想找学医的。家里俩医生，我感觉挺闷的。我妈长哦一声，惋惜地说：“那我赶明儿给张嫂说一下。”她也是没心没肺，全然没看到我铁青了脸，也没看到陆明明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张嫂可喜欢你了。许芳岑不好意思，笑而不语。一顿饭吃得憋屈得慌。我妈要是把许芳岑介绍给小明姐，我都不这么生气的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她懂不懂？开学前一天，我气鼓鼓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学校，陆明明悄摸声地来我房里，一脸正义：“姐，我决定帮你。”“帮啥？”“帮你看着许叔叔啊。虽说你偶尔周末会回来，但是毕竟不方便，对吧？我给你盯着他。”“你盯着管什么用？”陆明明充当小灵通。“我给你这么说吧，张阿姨没对许叔叔死心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停下手中的活，把陆明明拉进屋，朝里锁门。“你昨天不在家的时候，张阿姨来家里了。她说她想安排许叔叔和他侄女见面。”我一听就来气儿，许叔叔不是拒绝了吗？张阿姨说没准见过面，两人就来电了。狗屁！陆明明十分热情，我给你看着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他殷勤的模样很反常，我逆他，无事献殷勤。果然，他伸手。开学我想请米小乐看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，你不是看过了吗？太好看了，我想带乐小米二刷。我这人任人唯贤，陆明明这样的得力好帮手，不要白不要。我从钱包里抽出100块递给陆明明，给2张电影票加爆米花和可乐，100不够。你，陆明明讨价还价，200，我绝对24小时看着许叔叔。我咬牙从钱包里再掏出100，一并递过去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知道陆明明是个靠谱的帮手，但是没想到这么靠谱。开学还不到2星期，周5下课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：“老姐，有情况，敌方有所行动，我们要不要采取措施？”说人话，陆明明的中二之魂熄灭，换了正常语气：“你明天快回来，许叔叔要去相亲。”“和谁？”“不知道。”我偷听张阿姨和妈妈聊天，听了一丢丢，估计是张阿姨的侄女。而且我问过许叔叔了，他确实明天已邀约朋友。这个朋友该不会是张阿姨的侄女吧？我危机感爆棚。明天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在许叔叔他们医院旁边的那个咖啡屋。时间嘛，许叔叔说他明天下午有手术，所以怎么着也得下班后才能约了。陆明明嘚瑟。怎么样？200块没白花吧？那我明天回去。对了，我没告诉妈妈你要来，爸妈明天要带我去姥姥家，晚上不回来，我懵了。那我去了住哪儿？我这次没带钥匙。你解决完问题回学校啊？也行。我刚想挂断电话，陆明明叫住了我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。说，你觉得敖丙厉害还是哪吒厉害？我回忆了下电影，哪吒厉害。就是吗？我也觉得哪吒厉害。乐小米非说敖丙厉害，他还说敖丙帅。没你帅。陆明明乐了，乐乐呵呵笑半天，挂了电话。我大学在同城读的，但是城市太大了，我辗转回家得好久。周6早上我学校有事，脱不开身，下午得空立马收拾东西回家，跟捉奸似的，浑身充满干劲。到了后，家门紧锁，对门许芳岑的门也紧锁。
我在门口踟蹰了一会儿，改变主意去了医院旁边的那家咖啡屋。周六咖啡馆人挺多，我点了杯饮料，窝在角落，搞得神秘的不得了。苦哈哈的挨到下午7点，也不见许芳岑的影子。我左右连着打哈欠，咖啡都不顶事儿。在我怀疑陆明明的消息是否有误时，熟悉的影子闯入视野。玻璃门外，许芳岑笑着替一个女士推开了门，礼貌至极。我来了精神，倏地坐直，把帽檐往下压了压。许芳岑没注意到我这边，入座点餐，一气呵成。她背对着我，女士正对着我，刚好把她看个全乎。看着年龄是比许芳岑小，而且好像很健谈，跟许芳岑聊天的时候频频发笑，一点儿也不拘泥。我咬牙恨恨地盯着，纸杯都被我给捏扁了。我正琢磨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女士突然看向了我这边。我左顾右盼了一下，角落里也没人啊。再看回去，发现她还看着我，恨不得把帽檐整个扣在脸上。我打算装死不动。刚抬手摸到帽子的时候，许芳岑扭身看了过来，她一脸笑意，瞧把她乐的，相个亲，像出了春风得意的劲儿。悠悠，她叫我，我尬笑一下，打招呼，好巧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过来。我指指自己，干嘛？许芳岑招手。我屁股千斤重，从椅子上抬不起来，咬牙取下帽子站起身，挪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去，我脸上写满大写的尴尬。李医生说有个小姑娘一直朝这边看，原来是你。许芳岑笑道。李医生，医生这个称呼就是张阿姨的侄女没跑了。坐呀。许芳岑招呼我。喝什么？我请你。喝什么？我喝醋。我怂的一批，喝啥都行。这个李医生十分热情，小姑娘刚已经喝一杯咖啡了，再喝要失眠了。来杯果汁吧。我内心直呼，完了，这个女医生还挺会说话。许芳岑不喜欢闷的，那应该很喜欢这个类型的。我结巴着应下来，心虚的不敢抬头。你是陆悠悠吧？李医生温声询问。啊，是。听芳岑说起过你，没想到是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啊。还芳岑，见了几面啊？就叫人名字，人家有姓的好不好？我磕巴啊，说起我呀。对呀，芳岑说她邻居姐弟俩是一对活宝，还说姐姐读大学了，学习很好，拿过国奖呢。我看一眼许芳岑，她笑而不语；再看一眼李医生，他笑得更灿烂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一般吧，还是你们读医学的厉害。李医生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，你很厉害的。芳岑总夸你，总夸是夸几次？合着这俩人见过不止一次。我不知道怎么回复李医生，没接话茬。许芳岑说，你爸妈一大早带着明明回你姥姥家了。我知道。吃饭了吗？我叼着吸管吸溜一口桃汁，摇摇头，想了想不对，又点点头。李医生乐了，太可爱了。许芳岑你真行。我不明白李医生的话，懵逼地看许芳岑。许芳岑手机结账，起身邀请道，走吧，去吃饭。我不去了，我晚上还得加个班，去食堂解决就行。李医生站起来，一副要走的架势，语气很耐人寻味。用餐愉快，我就不掺和了。许芳岑跟这个相亲对象还挺熟，你把病人的资料发我，我周末刚好看看，周一咱们接着讨论。什么不想找同专业的，什么俩医生家里闷。我看许芳岑态度转变得很快嘛，这就讨论上病例了。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我正腹诽呢，许芳岑略欠身，问我吃饭去。不饿呀。我抬头懵逼地看着他，感情他一开始也在邀请我呀。发什么呆？他伸手揉揉我的头发，去吃你最爱的火锅。我扭捏了一下，不咬吸管了，不太好意思，痔疮没好。菌汤锅。哦，我起身，一手拿着帽子，一手拿着饮料。许芳岑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把东西接了过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东西落家里了，回来取。哦，许芳岑走得很慢，故意等我似的。我以为是明明给你说了什么呢。陆明明这个小笨蛋，是不是暴露了什么？我故作无知。什么？他昨天问我今天上不上班，还问我午饭怎么吃，晚饭怎么吃，要不要约朋友。很明显，陆明明同志行动暴露，非常失败。我知道我这点伎俩是瞒不住他了，只好一咬牙问自己最想问的，你很喜欢他吧？这次轮到他懵逼。什么？张阿姨的侄女呀。我有点酸，我妈说的还挺准，是好漂亮啊。而且你们好有共同语言，聊聊专业，聊聊工作，真好。你在说什么？还不承认？口是心非的男人。我觉得他很好，可以配得上你。可是我说着说着就酸，倍儿委屈。可是也有别人喜欢你，你不思考下再做选择吗？而且你说你不喜欢同专业的，你说家里两个医生会很闷的。我说得很急，不光心里酸，三言两语间鼻子也酸了。你真的不再想想吗？陆悠悠，我揉揉鼻子，不抬头。你怎么知道张阿姨的侄女很漂亮？你见过？见过呀，刚不是一起喝咖啡了吗？若不是手里拿着我的东西，许芳岑恐怕要扶额了。李医生啊，那是我同事。啊，你上哪儿听说那是张阿姨的侄女？陆明明说的。我点头。对。
你们还真是俩活宝。许芳岑把我帽子递还到我手里，腾出一只手来敲我脑袋，傻样儿。张阿姨的事儿我拒了，什么见面相亲都是没有的事。陆明明这不靠谱的队友，竟然谎报军情。许芳岑敲完我脑门，改摸我的额顶。我发现这人仗着身高优势，忒爱摸头杀。至于吗？急红了眼，他笑我。没有，我抽抽鼻子。好吧，没有。许芳岑一副八卦嘴脸，你刚刚说也有别人喜欢我。谁呀？没人。真没人。我摇头，真没人。我为了当侦探，头发披散着，没扎起来。许芳岑顺着我的发丝摸下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如有电流刺了一下。我怔愣片刻，不敢面对他。悠悠，我比你大几岁？我舔舔唇，紧张地回答：9岁。我有段时间总想着，你出生的时候我都上小学了，跟陆明明差不多大。他笑了笑，陆明明这个年纪都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了，整天米小乐长米小乐短的。可是我那时候什么也不知道，就知道玩，气氛怪怪的，总感觉暧昧极了。路边有桂花树，前一夜下了一宿雨，花香味很浓。我站在桂花树下听许芳岑讲话，可能真是发育迟缓吧，我的反应总别人来得慢。不过那时候怎么会想得到，我未来最喜欢的女孩子那年才刚刚出生，她彻底揉乱了我的头发。有的人那时候还是个小婴儿，许芳岑可能是嫌手里的桃汁碍事，仰头喝光，走过去把空杯子扔进垃圾桶。她转身走回来的时候，迎着晚间的霞光，明媚极了，恍惚间与彼时在医院的样子重合。我一直记得她是我的天使。我的天使口中所指的女孩子是我吗？他没再说，我不敢再问。和心上人吃火锅就是舒服，我消消停停吃了一顿，和许芳岑遛弯一样回到家门口。许芳岑开自家门，回身跟我说晚安的时候，发现我愣在原地。怎么了？我尬笑，我忘了，我没带钥匙。你不是回来取东西的吗？我瘪嘴，没回他。抬手看一眼腕表，时间显示过了10点。晚上10点，就算我立马出发，也赶不上回学校的末班车了。我们校区什么都好，就是地处荒郊野岭，周围都是农家果园，交通极为不便。我深呼吸一口，我打车回学校，走向电梯口的时候，被许芳岑拦住。这个点打车回你们校区，我不放心。我开车送你。我仰头，你忘了？你喝酒了？许芳岑愣了一下，才想起自己沾了酒。他抱怨起我来了，都怪你，吃火锅点什么酒？凉白开不香吗？我没空和他斗嘴，我还是赶紧打车吧。再晚一会儿，11点宿管关门了。不行，我不放心。许芳岑犹豫了下，拧开自己家的门，进来吧。今晚在这将就，内心大写的感叹号，我简直又惊又喜。这是在邀请我住他家吗？碍于自己的矜持人设，我扭捏，不好吧？许芳岑把一次性拖鞋递过来，换上。2间次卧，你自己挑住哪间？床单上周换过，都是干净的，扭捏的样子装一装就行了。我麻利地接过拖鞋，在门口换上。我来过许芳岑家，而且他家格局跟我家一模一样。我熟门熟路，嘴上说着哪间都行，步子却挪到了离主卧近的那间。睡在许芳岑隔壁，总比睡在房子那头要好。许芳岑当看不见我的小伎俩，替我开门，对我一通很上心的安慰，又是烧热水，又是开空调的，事无巨细。我看着他忍不住想，这要是成了男朋友，得多幸福。晚间我洗过澡，窝在被窝里，不知道是咖啡的原因，还是认床，毫无防备的失眠了。在床上辗转到3点还没睡着，来来回回上了好几趟厕所。又一趟厕所上回来，我听见许芳岑敲我房门，悠悠。我从被窝里探出脑袋，失眠了，睡不着，肯定是咖啡喝多了。起来，我给你热点牛奶。我哦一声，自己的衣服一身火锅味，我不想穿，踟蹰了半天。对门外的人说我没衣服穿，许芳岑没回我，走开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又敲门，我把门拧开个门缝儿，许芳岑伸胳膊进来，手里拿着折好的衣服。我的，不嫌弃的话将就一下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我过度热情，3两下穿上许芳岑的衣服。都说男友衬衫最具魅力，可是许芳岑也太木了，她没给我自己平日里穿的衬衫，而是给了我件纯色 T 恤。我揪着衣摆打量，上面隐约还印着几个字：某某医科大学感情给我的是学校纪念衫。给我的裤子也够长，我一拎到底，裤腰能没过我的前胸。想了想，裤子极为不合适，我脱下来扔一旁，还是咬牙穿上了自己的火锅味小热裤。T 恤够大，小热裤够短，这么一看，我好像没穿裤子。打开门，朝厨房看一眼，许芳岑还真在忙活。她端着牛奶出来，一眼撞上我光着的2条腿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对我自己的腿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匀称笔直，虽然不算很长吧，但是挺白挺细的。要不也不会在夏天热衷于穿短裤，就这么点优势了。我认识许芳岑这么长时间，还是第一次见她露出小慌张。她猛地收回了目光，在原地顿了一下，揉鼻头，喝一点，助眠。哦，我走过去坐在沙发上，从她手里接过小半杯牛奶。我咕咕咚咚喝着牛奶，
许方岑坐在沙发另一头，闷不作声。我喝完了，把杯子放回去，重新窝回沙发里。他家沙发很软，坐进去很舒服。闷了挺久，怪难受的。两个原本很熟悉的人一下子陷入这种沉默，保准是感情出了状况。至于是出了好的状况还是坏的状况，我还没探究出来。那什么，我觉得今天那个牛肉还不错，不过就是塞牙，我故作轻松。是牙不太好吧？有空去看看牙医。许方岑扭头看我，目光落到我脸上的时候就笑了。花猫啊，他指指自己的嘴角，这儿我没懂他的意思。他扯了张纸巾递过来，喝完不擦嘴呀？我当即不好意思，拿着纸巾一顿猛擦。擦完了抬头，没了吧？他笑话我，下手忒狠，揉红了都。我闻声咬咬唇，打算兑回去，又不是人人有外科医生的手，可以轻拿轻放。许方岑看了眼放在身侧的手，也不一定都得轻拿轻放，他的手掌很薄，五指纤长，骨节鲜明，伸开的时候挺有美感。我借陆明明的话夸他，陆明明说你的手很好看，他倒是不知羞，伸手手心手背看了一眼，是吧？很多人这么夸，夸得我都要飘了。他可能原以为我会嘲讽回去，可是我没有。美的就是美的，我舍不得否认。我朝他那边挪一点，趴着凑过去，拉起他的手。他的手指紧张地蜷了一下，却没有挣开我。掌根抵着掌根，我把手伸开，和他的比在一起，一大一小。我的手还不到他的指节处。真大，我感慨似的说。是你的小，我闻言笑起来，喜欢死了他略带紧张的样子。他的掌心温热，和我抵着的这短短半分钟，出了汗，热意涔涔的。我仰头想对他说喜欢。许方岑眼神触碰到我的时候，无意识地往下瞟了瞟，倏地扭过了头。我不明所以，低头发现他给我的 T 恤领口很低，趴着的时候身体压在沙发上，那里的风景不算一览无余，也由豹皮爬半遮面了。我虽然对自己个儿的腿自信，可我发育确实一般，没到前凸后翘的水平，打小就是优等生，什么都得 A， 连胸也是 A 罩杯。许方岑的手还伸展着，我准备在沙发上孤勇回去的时候，许方岑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坐起来，他呵斥似的，异常严肃。坐起来就坐起来，又不是故意趴着给你看小白兔的，还怪我了。我腹诽着直起身，和他比肩坐着。坐起来也尴尬，露点了。我在许方岑无语的目光里含了含胸，收起膝盖抵在胸口，挡住尴尬一幕。许方岑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他家墙上挂个钟表，两人跟个傻子一样听秒针滴滴答答往前走。再听秒表走字儿，天就亮了。我动动被许方岑钳制的手腕，低声问：所以你今天说的是我吗？许方岑看我，我以为他没明白，解释：就路边你说你最喜欢的女孩子在你读小学的时候才出生，那你说的是我吗？他跟个复读机似的重复我的问题。我是真没明白，疑惑道：什么？也有别人喜欢我？谁喜欢我？他问。我抿嘴，不抵赖，也不承认。许方岑也没有追问的意思，而是又拿我开涮。陆悠悠，我读小学的时候你还在吃奶，我读初中的时候你没准还在幼儿园尿裤子，我读高中的时候你还在学乘法口诀表呢吧？我读大学的时候你倒是长大了哈，那个年纪是不是会早恋了？我没早恋过。哦，这样啊，我才发现许方岑在套我的话，而且也刚反应过来他嘲笑我，你才在幼儿园尿裤子呢。许方岑笑起来，他眉眼很温和，眼角眉梢的那些气质是少年不具备的。我酸腐地想起一句话，成熟的南向酒越品越香。所以你说的是我，对不对？许方岑松手，转身温柔地看着我。我仰面，四目相投。我喜欢你三个字就在我嘴边，我红着脸想对他这重之地表白。许方岑再度摸我的头，道：不应该男的先说吗？我眨巴眼，眼眶酸涩。许方岑满是柔情，陆悠悠小朋友，你真可爱。我唇瓣轻动，片刻后湿了眼睛。我忍着笑意，揉一把眼睛，你们老男人表白都这样的呀？不说喜欢，只夸可爱。他伸手拥抱我，很意外的举动，却不唐突。我起身贴近他怀中，轻轻靠着，都不敢蹭上去。我听见了他的心跳声，也感知到了他怀里的温度。许方岑入睡前洗过澡，他的沐浴露可真好闻。我深吸一口，闭上了眼。他按着我的脑勺，把我拥进怀里，抱瓷似了，出言：陆悠悠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。我贴着他的胸口，鼻尖触碰他的心跳。许医生，我也喜欢你。他估计是被一声许医生给逗笑了，探寻着问我：许医生？是我的许医生。我一个人的许医生，我占便宜的心态。以后我去看病，是不是不用挂号了？直接去医院门诊3楼找你。瞎说什么？许方岑虽是医生，没想到还挺迷信，不让我说生病不生病的话。我真的生病了。许方岑挺会噎人。什么病？3楼也有肛肠科，我看不了这病，你得找王主任复诊。许方岑，我红了脸，这种隐疾简直是我的痛啊！
我不吃麻辣火锅，肯定不会再疼了。我戳他的心口，我生的是别的病，你能治的那种。什么病？我从怀里探出脑袋，咯咯直笑。你快帮我看看我的心脏，它出问题了。出什么问题了？心太大，丢三落四回家不带钥匙的问题。我凑上去，不是，是太小了，里面装了你，就满满当当，放不下别人了。贫，你看看吧。许芳岑低头，快要伸手抚上我胸口的时候，蓦地收回了手，也收回了目光。我疑惑的低头，被惊到了。T 恤单薄，小兔子的顶端昂首挺立，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靠！我骂一声，一头扎进沙发。我发誓，我没有那方面的心思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起立的。我跟个鸵鸟样藏着脑袋，半天后听到许芳岑给我化解尴尬，蹭着了，身体的自然反应，他摸我的后脑勺，起来回去睡觉。我嘟嘟囔囔不想动，太骚得慌了。你这个姿势，许芳岑欲言又止。我脸颊赤红，闷声，怎么了？我记得王主任那儿的那张图就是这么画的。许芳岑，我吼一声他的名字，踹了他一下，连忙换个姿势，跌倒在沙发上。他趁势拉着我入怀，一手探进我膝窝，将我从沙发上抱起。走了，再不睡通宵了。我悬空，下意识地抱紧他的脖子，睡。我去哪屋？许芳岑抱着我站在俩卧室门前。你想去哪屋？我没说话，心里两个小人打架，一个叫嚣着去许芳岑的房间，一个拉扯着让我矜持一点。许芳岑膝盖顶开次卧的门，你要跟我睡一屋的话，明天我得给你爸妈负荆请罪去。也可以不用负荆请罪，我弱弱地说。许芳岑没懂，我羞答答的，3里6聘也行，总比负荆请罪好。我吧唧一口亲在许芳岑脸上。许医生，你说是吧？反了天了！许芳岑抱着我一个转身，推开了主卧的门。主卧亮着盏床头灯，灯光暖黄柔和。我跌进软绵绵的被子，看着许芳岑亲身压下来。她好像很不满意我这一晚的行径。陆悠悠，你丫挑战我1晚上了。我哪挑战你了？我咦了一声，甩开他，扯过被子钻了进去。靠！许芳岑在我的轻踹里骂出声：“你要废了我呀！”我拿被子捂着头不出声。听到他在外面叨叨，还3聘6礼呢。你这一脚再重一点，今晚得上医院。你们医院不是3甲吗？治这个也能行？能行个屁！治不好你就等着守活寡吧。我无所谓，反正你秀色可餐，光看着也挺好。我话没完呢，被许芳岑攥着脚踝蹬出被窝。他笑骂：“傻子！”我的 T 恤被他掀了起来，热裤的扣子也开了。别！我推推他的肩膀，是真的感到羞了。你别看嘛，他不依不饶。陆悠悠，你是不是没用我给你准备的沐浴露啊？我闻不到那味儿。我疑惑，我用了呀，不会是身上火锅味太浓给掩盖了吧？我只能闻到你奶香奶香的。许芳岑发表令人面红耳赤的言论，说罢我就会剩下贴身衣物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贴身衣物上面的图案就没那么让人好意思了。我开学后有个比赛，为了顺利过选题拿奖杯，奉行子定能行的真理，我很迷信的买了好几条紫色的。现在露在许芳岑面前的就是一条紫色的，上印花写着万事大吉。许芳岑定睛研究了一会儿，笑出声：“这都能行？”我半晌失语。他笑得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。灵的话，我手术时也穿这个色号。你别看了！我吼了一声，气急败坏地捂住脸。许芳岑俯下身抱我，特会哄人。好，不看了。他贴在我耳边：“给你脱了。”脱了就看不着了，反正今晚是避免不了了。我嗯一声，同意他褪下我的骚紫色。他手快，脱下骚紫色的时候，一并哄着我脱掉了 T 恤，在暖融融的灯光里睁开眼，对上许芳岑的目光。我的帅大叔，他此刻与我这么近。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，男女在床上恩爱的情节也或多或少的涉猎。我以为我是个老手，跟许芳岑到这一步时肯定不会怯场。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。我脸红到耳根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讲不出来。我没有实打实的见过男人的身体，他跟我在生理书上见到的还是有差异的。我瞥了一眼许芳岑那儿，转过目光，不知道做点什么缓解紧张。许芳岑吻我，声柔柔的，不紧张，抱着我。我抬胳膊环上他的脖子，也变得软声。你在手术室也会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吗？许芳岑捏得我骨头都酥了，他咬我耳朵，说什么？告诉他们别紧张。傻子，这能一样吗？他拖着我的后腰，示意我转身，将后背给他。我倏地睁眼，顾不上羞涩，干嘛？他跪着，眼里是意味很浓的笑，暗示的明明白白。我拒绝，我不。他细细碎碎吻了好久，说了好久的话，眼看着我不紧张了，却没想到我拒绝得如此干脆利落。他问我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悠悠，那样会。许芳岑试图说服我。许芳岑，我才不要让你看到我的。我咬咬牙，不想把自己的隐疾说出口。你既然不是肛肠科的许芳岑，就休想看我的那啥。许芳岑愣了一下，猛地反应过来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我看他半天跪着没动，猜着他也许是真想要那个姿势造型，撅嘴。后面也行，我指指床头灯，但是灯的关了。许芳岑揉我的脑袋，笑着摇头，不关灯。他重新趴俯下来，捏着我的腿根打开，我想看着你。古人说春宵苦短，诚不欺我。我一觉醒来，太阳升了老高，肚子饿得直叫。我转个身，看到许芳岑在身边，还没醒。她的锁骨上被我咬了好几个印子。无师自通的我昨晚上下嘴太狠了，估摸着她胸膛也没好到哪去。我凑近她的怀里，轻手轻脚掀被子，果然看到她白皙的皮肤上烙着红草莓。1、2、3，我一个个数9。我内心默默叹服自己，卧槽，9个！打算去看看她后背上有没有的时候，许芳岑伸手摁住我，将我捞怀里，还闹？你醒啦？我枕在她胳膊上，挠她的下巴。她徐徐睁开眼，垂眸看我，上过生理课吗？我不明所以，上过。知道男性大清早醒来会怎么样吗？会有尿意。许芳岑看朽木一样看着我，我明白过来，讪笑了一下，低头。藏没用，他手指伸进我的头发，温柔地摸着我的脑袋。他虽然嘴上开车要做这做那，可是碍于我嘟囔说腰疼，都没有行动起来。我抱着他的腰，贴着他暖烘烘的胸膛，仰头看他，你再给我表白一下好不好？许芳岑给我揉着后腰，下巴摩挲我的额顶。陈启的嗓音有点哑，他低声，陆悠悠，我爱你。我欢喜死了，埋进他的肩窝，开心道，许芳岑，我也爱你。许芳岑揉我后腰的手停下来，往下挪，直呼其名啊。陆明明叫我叔叔呢，我想挣脱他的揉捏，那你还叫我妈妈阿姨呢？他不肯放弃欺负我，没大没小。你妈妈不是让你叫哥哥吗？他手劲很巧，使得本来就困乏的我更没力气。我轻吟一声，改环抱他的脖子，靠过去亲他的侧脸，声线变软，芳岑哥哥。他听完，夸张地叹一声，算了，我年纪太大，受不了你这一声。那还是叫叔叔吧。我咬他的耳朵，你是我的帅大叔，是我的男朋友，是我的最爱。嘴真甜，他很满足。还是什么？一并说出来我听听，让我受用受用。我抬眼看见他映着阳光的双眼，我想起在医院里他白衣翩然的样子，内心是止不住的爱意与欢喜。我认真道，你是我的天使。阳光下许芳岑的眼眸泛琥珀光，很动人。他说话的样子更动人。他说，如果我是天使，那就庇佑我的小丫头一辈子。